男孩遭遇车祸，不幸身亡。悲伤的母亲无法接受这个现实，竟然请人做法召唤儿子的亡魂，想让儿子的灵魂回来陪在他身边。大师做法后，家中怪事频发，好像儿子的灵魂真的回来了。但很快女人就感觉不对劲，这东西做的事情越来越邪恶，甚至家人的生命都受到了威胁。她这才意识到，回来的不是儿子，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恶灵。女人名叫阿珍，本来有一个幸福的3口之家，儿子小乐乖巧懂事。7岁生日的时候，父亲阿强送给儿子一只小狗，正是这只狗引发了后面的悲剧。这天阿强上班的时候给儿子打电话，小乐边接电话边和小狗玩，狗冲出院子跑到了外面路上，小乐追着狗子跑了出去，然后阿强就在电话里听到了刺耳的刹车声。他在喊儿子的时候，电话里已经没有了回应。阿珍闻声也跑出了家，等他来到事故车辆前才看到儿子倒在血泊中，已经没有了呼吸。就这样，小乐意外去世了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最是让人心碎。夫妻俩强忍悲痛埋葬了儿子。此后阿珍整天以泪洗面，失去儿子后，她仿佛成了行尸走肉。家里照顾小乐的司徒阿姨看阿珍这么痛苦，就说她认识一个通灵大师，这大师可以召唤死人的灵魂。思而心切的阿珍赶紧让阿姨把大师请了过来。大师了解了情况后就答应下来，他们需要去小乐墓前做一场法事，就问阿珍小乐墓穴的位置。阿姨抢着说小乐刚葬下去，还没有做好墓碑，他的墓在大树前第1排，右边数第4个就是。说着还给了大师一张示意图。小乐的整个葬礼都是阿姨张罗的，所以阿珍根本没注意这个位置到底对不对。她想跟大师一起去，也被阿姨劝住了。外面正在下大雨，阿珍在家里等就行。大师和助手2人到了墓园，他们按着示意图找到墓穴，2人刨开墓穴取了一点东西，回到家后拿出这个东西开始做法。阿珍这才知道2人拿来的是一根手指，心疼和害怕让她在旁边不忍直视。做完法，大师交代阿珍平时要多做些小乐生前喜欢的事，这样可以引导小乐尽快回来。大师走后，阿珍来到钢琴旁，小乐生前很喜欢钢琴，他就坐下来开始弹琴，希望琴声能把小乐带回来。妈妈，妈妈，原来是一场梦，不过阿珍似乎看到了希望。他在小乐灵位前又放了一些小乐喜欢的食物，放好食物刚走到外面房间，阿珍忽然就听见四周响起男孩的笑声。他四处张望也没看见儿子的影子。这时候旁边门口滚过来一个球，直直地滚到了阿珍的脚下。这球也是小乐生前喜欢的玩具。他拿起球看向门口没有人，试着喊小乐的名字也没有回应。阿珍走到里屋也没看见人，不过他发现小乐灵位上的食物不见了，旁边的童话书也被打开了。阿珍拿起书才发现儿子生前就是读到了这里，看来儿子是想听童话。阿珍开始每天给小乐读童话书，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这天阿珍读完书来弹钢琴，小乐在旁边一直捣乱，不停地乱按钢琴键。小乐生前从来不会这样胡闹，他就教育儿子不要调皮。这时周围传来孩子跑动的脚步声，阿珍以为小乐离开了钢琴，就准备接着弹下去。小乐别闹了！阿珍对刚才的遭遇非常震惊，生前乖巧的小乐怎么会这样对自己呢？现在他还没意识到来的东西有问题。阿珍越想越伤心，就准备吃个药睡一会儿。小乐去世后，她都是靠药品才能入睡。阿珍这一觉就睡到了傍晚，老公下班，她迷迷糊糊的听见阿强朝自己靠了过来。阿珍还想接着睡，就跟阿强说不要动他。阿珍不知道自己做了噩梦还是出现了幻觉，看见自己砸的是老公后，她既害怕又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只能独自跑到客厅，在沙发睡了一夜。早上醒来的时候，阿珍觉得腿上有点疼，
起身一看，大腿根部居然有3道血痕。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就起身来厨房准备吃早餐。来到厨房一看，昨晚的餐具在桌子上还没有收拾。他喊保姆阿娜过来收拾桌子，喊了好几声阿娜才跑了过来。而且阿娜的脸色看起来很不好。阿珍问她发生了什么事，刚开始阿娜还不想说，在阿珍的再三逼问下，阿娜才说了出来。昨晚我睡觉，有人碰我。碰你？什么意思？有人来，把我的脸压在枕头下，我看不见。他对你做了什么？他到底对你做了什他么？拉下我的睡衣，然后他拉下我的底裤。想起昨晚自己在床上发生的一幕，阿珍马上就想到了自己的老公。她跑到阿强公司质问阿强有没有欺负保姆，但阿强大呼冤枉，觉得阿珍犯了神经病。此时阿娜在家喂小狗吃东西，给狗狗倒过狗粮后，她自己来到花园开始收拾花草。不一会儿，正在干活的阿娜忽然发现厨房里有烟冒出来，好像什么东西着了。她赶紧跑进房子查看，这才发现是烤箱里的东西糊了。仔细看，烤的正是家里的小狗。警方过来做了问询，阿珍知道保姆不会做这种事，主动说这只是一场意外事故。经过这几天发生的事，她感觉家里来的不像是小乐。意识到有问题后，阿珍来到墓园，想看看大师是不是搞错了墓。司徒阿姨画的示意图第4个是小乐的，但阿珍发现数到第3个就是小乐的墓，上面已经立好了碑，第4个反而不知道是谁的墓，上面没有任何木牌，看来他们真的搞错了人。阿珍想打听下这个位置埋的是什么人，但守墓人没有搭理他。阿珍走到值班室，也没看见其他人。他正准备走的时候，忽然看见一个手机，应该也是哪个守墓人的。他打开看了一下，发现有个号码有点眼熟，就拿出自己的手机想拨打一下。等输进手机才发现居然是司徒阿姨的。这守墓人为什么和阿姨频繁联系呢？阿珍不禁开始怀疑起来。电话这时候已经拨通了，司徒阿姨接听后一直没有声音。她隐约的察觉到阿珍这个来电不太一样，但阿珍一直没说话，她就挂了电话。此时我们看到他家也有一个灵位，死者的照片看起来也是个不大的男孩。另一边，保姆阿娜在家里洗澡，她总听到房子里有动静，但想想阿珍夫妻俩都不在家，她就以为是自己听错了。阿娜睁开眼，没发现异常，就接着洗澡。洗完澡刚出浴室，就听见楼上有人弹钢琴。她以为是阿珍回来了，但敲门没有人回应，阿娜只好自己打开了门。这时候她才发现钢琴前没有人，但钢琴键却自己在动。阿娜吓得关上门就跑。这时候传来阿珍喊她的名字，阿娜在房子里扫视一圈，也没看见人在哪里。安娜，这边阿珍过来找司徒阿姨，想问下小乐的墓是怎么搞错的。没想到司徒阿姨道出了实情，原来司徒阿姨以前也有个儿子，比小乐大几岁，名叫小歪。小歪从小感觉就有点不正常，非常暴力，大了以后甚至开始伤人。司徒阿姨和丈夫没办法，只好把她锁了起来。有天司徒阿姨的妹妹来串亲戚，妹妹还带着自己的小女儿。那天姐妹俩出门买菜的功夫，小女孩就被小歪给生吃了。他们回来的时候，看到地上到处都是血，小歪旁边是吃剩的一些残肢。司徒阿姨的丈夫终于受不了了，他找理由支开了阿姨，给儿子小歪喂了一些安眠药。趁着小歪昏睡的时候，他用一块布捂死了小歪。等司徒阿姨回来的时候，小歪早已身体冰了，丈夫也走了，从此杳无音信。受不了打击的司徒阿姨当年也找过大师，想让大师把小歪的亡魂请回来，但大师却说小歪迷路了回不来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个刚去世的人，让这个人的亡魂给小歪带路才能回来。阿珍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她家里来的果然不是小乐，而是小歪。司徒阿姨向阿珍道歉，说想办法把小歪弄走。阿珍生气地甩开阿姨回了家。她刚进家门就看见地上有滩血，而保姆阿娜已经不见了踪影。这时候楼上又传来钢琴声，
阿珍冲上楼，看见那东西又在弹钢琴。他现在知道捣乱的是小歪，就大喊着让小歪离开这里。不知道小歪是不是听了进去，钢琴真的安静了下来。这时候那个红球又滚到了阿珍脚边，这球是小乐喜欢的玩具，难道小乐也同时回来了吗？小乐。